Hello， 大家欢迎收看我们的三人信箱。时间过好快，又到三人信箱的时间，应该是我们的第3集了。第3集。然后继上次表单出去之后，我们收到非常多的故事，还有大家的感情提问，我们收到很多有趣的故事，听也还蛮开心的。而且这次我很期待，因为大家都写非常长、很详细的记录他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故事。的确蛮长的。那我们就很多人吗？蛮多人，大概40-50个吧。很多然后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的给我们一些故事。对。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所以是就变成亲情了。对，他不会逾矩，是逾什么矩？有一些超过的举动，比如说亲亲啊、接吻之类的，他们就像家人。可能不是原本就是他是前任，他前任，是前任，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现任讲这个问题，这个状况。除非是现任是一个很在意这种他有没有跟前任联络的人，不然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很大方跟他说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冲突点，而且你反而跟他说，我觉得会增加信任感。所以他担心的点是在于说，就是他还是有跟前任联络，但是就是他跟他前任的感情就是很像就是朋友亲情这样子。但是他担心说他现任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会担心，会吃醋之类的。我就觉得就真的是，因为你会跟你现在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一定是出自于说你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信任他，你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想要把你最真实的一面给他知道，因为我也想要去知道说我另外一半可不可以知道说最真实的我，而且他也可以包容我，可以接受我。所以就像是我有介绍我前任给你们认识，到现在都变得非常好的朋友。对啊，我认识他一堆前任。所以这个如果你会怕他会在乎的话，其实不用怕了，因为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不应该在乎。而且如果你都已经很表明的说真的没什么，但应该要接受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跟自己很好、感情很好的朋友，那他信不信你们两个真的没什么，就真的只是纯友谊的话，那就要看他自己了。如果我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可是我的另一半不接受我有这么好的朋友存在的话，那我会选择不要那个另一半，因为你不能接纳我原本有的生活，那就是你的问题。我自己会这样觉得。我觉得要看他们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你1周去吃饭5天，那可能就太超过。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限度的。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在暧昧阶段，就先把你自己有的那些朋友啊，很重要的人都先讲出去，让那个人知道说你现况怎么样。然后他如果决定要跟你交往的话，那表示他已经需要可以接受。这个还蛮重要。对啊，对他们来说可能也很尴尬的是，他们交往之后才发现有这么多让他会有不安全的人出现。可是当你在暧昧阶段就已经先讲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放心，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再去说为什么你跟他那么好，因为你们在交往前就已经先讲完了。所以他如果要跟你交往的话，他就是本来就会默认说这些东西就是存在你生活中。那如果是朋友不接受现任的，就是你，就是我的朋友不接受你们这种，对，这种事情很常发生，总会有朋友讨厌你某人的现任的状况，那就少往来，或者是不要见面就好了，这很正常。反正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标准跟天平都会随时变动。对啊，都会抓一个平衡点。只是我是觉得让双方彼此都在同一个资讯水平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不要说你就是偷偷去见他，然后后来被发现，我觉得这样更可怕。对，因为如果真的没什么话，也没有什么好偷偷见的。对，就正面光明磊落的去见面，去跟他分享这些事情，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啦。我觉得没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直接讲是最好的方法。那他怎么样反应就是他的事情，慢慢再解决。对。你说他放不下，谁放不下？直男放不下。
对，直男放不下，因为他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关系太尴尬了，所以直男没有办法回到以前说他们没有那个暧昧或是告白的阶段。但是他自己想要说，那我们就当没这回事。很难呢。那你们先分享，你们有喜欢上直男的经验过吗？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国中的时候有，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喜欢上直男过？我没有喜欢过直男过，但是我有被女生喜欢过，所以女生来跟我告白，我觉得我可以懂她那种尴尬的感觉，因为跟这女生平常是朋友，可是我们因为有一次就是很好笑，我们玩一个游戏，就问这个女生说你有没有喜欢的男生，所以她就形容特征就跟我自己觉得跟我有点像，然后不高，然后没有，他说皮肤白白的，然后文静文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不妙，感觉在说我，我就跟他讲说好，不用再讲了。然后从那一天之后啊，我觉得那时候高中的阶段不太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际关系，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完全不太讲话。我看到他我就直接转头就走那一种，这也不难很对，可是因为我不知道说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我能理解友谊，对啊，可是就尴尬。可是这个完全能理解，因为我也有遇过被女生告白，然后后来当不成朋友，原本是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想要上升到感情，就是真的谈感情的阶段的话，你就是要势必那感觉不一样。没有，你要面临那种真的有可能你还是会失去他的风险。因为你想要讲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有利有弊啊。我觉得他就做了一个挑战，赌他是不是直男。对。然后以你们刚刚两个分享的角度，就变成说被告白的那一方通常就没有办法再跟另外一个人继续做朋友，所以那个直男，现在这个故事中的直男也没有办法再跟他当朋友，所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也很难要求他去放下，因为你告白过那个事情就是血淋淋就在那边，他也不可能说只能忘记。泼出去的水啊，你收不回来。对。可是我觉得不只是对直男的告白，如果你是同志的话，你如果就算你是异性恋，你对一个女生告白，我觉得你也很难回到之前那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告白就是一个告白被拒绝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可怕。自己要确认说在某个状态，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那做了之后有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你自己要有个那个风险评估，这算风险评估。我自己也建议说，不用这么看重说可不可以跟他变回以前那种感觉，因为就算是你没有跟他告白，搞不好时间过了，你们搞不好现在这阶段就是你没告白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有到以前那种阶段的那种相处了，因为搞不好你生活变了，你朋友圈变了，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破坏这段关系，所以你很怀念以前跟他相处的那种感觉。但说不定告白之后，你们再重新讲开，会有更升华的一个阶段。就表示彼此都已经确认说不会再互相喜欢了，然后就可以有更好的感情关系，可以是蛮常出现，更好的去下一个阶段。所以那他现在该怎么做？他应该跟他讲开吗？我自己是会觉得说，我都跟他告白了，那他都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那我是自己先释怀之后，可以去下一段关系了，而且。我觉得你跟他这样子5年多的时间啊，他应该也是你非常好的朋友，你在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位置。但你今天如果走到下一个阶段，你找到一个另外一半之后，你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一定会祝福你。而且我相信他，就是还是可以再回到朋友的那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可能只能顺其自然，因为这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就可以再让他跟你变成以前那么好的关系。所以就看你想要怎么样跟他解释，可是有时候他如果心里那关过不去的话，那也没有办法逼他，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们回到从前那个好感情。那如果喜欢上直男怎么办？我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从来不会喜欢自己没有机会的人事物。我从以前就这样跟我自己讲的，我觉得因为对这件事情来说，机会人事物，对啊，真的假的？因为这很没有意义啊。你明明就知道这没有机会，那就不要再去拼没有希望的东西，只会让自己很痛苦。所以有些人很喜欢说要把直男掰弯那些故事，我觉得很多都是天方夜谭，或者那个几率真的太小了。可是我自己觉得是，你很难确定说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完全没有机会，搞不好0.5%机会。可是如果机会很小的话，我还是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或是没有需要花这些心思去挑战。我是不喜欢浪费时间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完全不会喜欢不可能的事情，不太可能的事情。是啊。
我觉得蛮相信没有绝对的1跟0，就是每个人应该都算是双性恋，只是一个光谱。对，性别光谱上，但我自己可能跟雨辰的感觉比较像，我觉得比较不会去喜欢上一个就坚持自己是直男，或是我就看出来他这个人可能比较偏好女生的人，但是我可能不会欣赏他，但我会觉得世界这么大，没必要去找一个就是这种这样为难自己的人。好的男生女生那么多，不需要那一个。你可以去欣赏他。这个我其实也蛮认同，而且我自己是一定要到。就是跟他很确认说，我非常就这个成功率可能90%以上才会去告白。我目前告白没失败过。应该说，可是告白已经很后面的阶段了。他说喜欢的话怎么办？你是喜欢跟暧昧那个阶段就已经过不去了。喜欢可以啊，你可以不用只喜欢一个人啊。对啊，所以多喜欢几个人，然后再找比较有机会的人告白。对啊，这样对啊，你不一定只能喜欢一个人啊。当然，好。那希望这个人可以放下这件事情，放下这个直男，这个直男就顺其自然了。看能怎么样发展。你觉得直男要靠影片吗？也有可能。有我真的有直男的朋友，就是看我的影片，然后就私下有认识到。对。祝他感情顺利。好，再下一个。所以故事是他一个女生朋友结婚了，所以他感受到说，感觉他一个很好的朋友被夺走了。对。那这苦衷是谁？是他那个朋友他自己的苦衷？他是自己。他自己有些苦衷没办法跟他分享了。苦衷是生活中遇到故事，一些困难，他可能就只有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这个好朋友嫁给别人了嘛，对，所以他就少了一个朋友的感觉，然后不知道他自己的那些困难啊，这些故事可以跟谁分享。我觉得好像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应该讲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挚友，可能从小到大这样青梅竹马，当他今天有一天交了另外一半，你就会觉得说他是有一个人突然可以像我一样这样跟他密切的长时间相处在一起，那种感觉可能不一样。可是当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如果交往到另外一半，你是这样会这样对别人的。对，所以我当下可能我是觉得很幸福，又有朋友又有另外一半，可是我不知道说原来我朋友这样子想。这就回到我的论点，我就觉得，所以我就找另外一半很重要一个点是说，因为他可能要陪你走下半辈子，就是因为我现在30嘛，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结婚，所以就面临到这个问题，是你结婚之后，你那些朋友不可能常常跟你出来，然后现在又有小孩子生小孩时间更少，对，每个人生活都变越来越对，就像我跟我高中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可能以前是每周可以见面，因为我们在台北念研究所的时候每周都见面，可是现在可能2年才见一次而已，因为太忙了。对啊，大家有家庭之后，然后成家立业，自己的时间就越来越少，连自己的时间都变得很少，因为都要顾自己的家庭啊，还有小孩。相对的生活就变转换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生的阶段，他的目标跟他的方向都不一样，而且尤其是结婚有小孩之后，我觉得这个变化会非常非常剧烈。你不太可能花太多心在你身上，他一定花更多时间在家人身上。所以有可能是这个网友他还没有走到人生下一个阶段，对，或者他可能就是他就不想要结婚，不想要另外一半，他只想要有朋友就好。可是你的朋友不见得说他没有想要向往家庭的生活，那就是要再多找一些新的朋友了吧？因为你发现这个旧的他比较多需要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或者是照顾他们家庭，那你就要势必要找其他的重心去转移，找新的朋友了，然后有困难的话，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分享，因为世界上的人那么多，不一定只有你自己生活中的困难只能跟那一个人分享，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让你的朋友去跟你聊更多内心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敞开心去交朋友的话，朋友不会只有一个。这真的要敞开心胸啊！我自己觉得，你自己先踏出那一步之后，就会有更多你觉得真心的朋友会出现了。对啊，所以要学会自强，然后自己的朋友交多一点，更真心对待别人吧。所以你会相对的觉得真心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今天回答很多都是跟挚友有关的，友情的，对，然后都是很难得到，
一个正面回应的爱情，得不到爱情的友情。朋友这件事情有时候也是蛮棘手。棘手吗？对啊，你怎么处理跟朋友之间的感情，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希望我今天给大家的建议有办法帮到你。好啦，那记得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你看到别人的故事很有感觉，就想要分享你自己的故事或是感情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表单里面。那当然这是三明治会员独有的福利，那个表单是加入会员才看得到连结的，表单连结就在我们三明治专属的贴文里面才看得到。OK，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我们回答你的问题的话，那赶快加入我们的三明治吧。O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